我在大学的时候找到非常多的资源，有一些是可以直接抵扣你大学的必修学分。我发现有一些公司呢，他们会希望你是有。Hello， 大家好，我是雨雄，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集影片主题呢，我要来解答大家对于大学的 Q&A。那我之前呢有在我的 IG 上面发过文，然后有收到很多的回复，真的很谢谢大家。那我会一一的做解答，然后也会把分类呢打在下面的资讯栏，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以防大家不知道我是谁，我现在呢是就读世新公广系，然后现在大4，刚从德国交换回来，也有去过加拿大还有菲律宾的语言学校。之前大1的时候有参加过公部门的实习计划，所以我想说这应该也是蛮好的机会，可以让学弟妹听听看我的经验，然后还有一些我的见解，希望可以帮助到未来有需要的人。然后如果大家对于未来很迷茫的话，也欢迎来到我的 IG， 可以跟我私讯聊聊。那我的 IG 呢主要分享自我提升，还有海外留学的经验谈，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一定要记得去追踪我。好啦，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喽。首先，第一个部分是社团，因为我知道很多大1新生呢，一进去大学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加社团。那我之前高中跟大学我都是参加热音社，然后担任的干部都是公关长，所以应该算是大社里面的大干。那依照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呢，我会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像我如果真的很喜欢音乐，或者是我很喜欢舞蹈的话，那我真的会很推荐就是学弟妹可以去参加热音社或者是热舞社之类的。那其实在里面呢也是可以累积一些人脉，所以这部分就是要看你的时间安排，还有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件事情去做衡量。那我自己当公关的经验呢，我其实也学到很多就是交际应酬啊，或者是去拉校园赞助之类的经验，所以我觉得都还算是蛮值得的。跟大家补充一点，因为我现在也在看实习攻读，然后我发现有一些公司呢，如果你没有工作经验的话，他们会希望你是有在社团上面当过干部的，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也会算是公司在看你的时候的一个加分条件，所以大家可以斟酌考虑看看。那在第二部分呢是课业，关于辅系、双主修还有学分的问题。我知道有一些观众知道我其实是有辅系的，我是辅行政管理学系，但是呢我未来会放弃这个学位。好，那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在我们学校里面，虽然主修的是公广系，但是呢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去修外系的学分。就比如说外系开了一些很好的课，我想修，我其实是没有办法跨系去修的，除非呢你去修学分学程或者是辅系双主修，那你才有资格可以去修别系的课。当然我不知道其他的学校是不是这个规定，但我们学校是这样，所以我才会去申请辅系，拿到一个可以修其他学系的课程的资格。因为其实我在大学里面学到一件事情，就是只有一项专业其实是不够的，那当然你有越多项专业是越好的。而且呢我这两个领域你可以发现其实是差非常多的，像公关广告是传播，但是行政管理是行政还有管理，所以这两个方面呢其实是完全不相通的。所以当我在跨领域的时候，我可以学习到的东西是更多的，所以我才会选择去辅一个不是传播相关科系的。虽然说你可能没有办法学到跟本科系出身的一样专精，但至少你有这个相关领域的知识，我觉得就已经很棒了。如果说你想要拿一个学位，希望你的毕业证书上面是有辅系的那我也是觉得可以去修完这个学分。其实我真的觉得台湾人对于就是毕业及就业这件事情非常的在意，当然我知道这是社会风气影响到整个学生的环境嘛，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很想要把辅系双主修修完，就算你要延毕，那我觉得也是值得的。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这条路的初衷跟他想要的结果，那只要你今天有达到你想要满意的结果，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去做做看。那下一题呢是通识课是选良的还是选有用的？我觉得这一题还蛮酷，所以我特别挑出来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我在大1的时候，我是那种非常志气的大1学生，就是我什么都要学，我什么都要修，然后什么越硬越难的课我硬要修。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其实到了大4，我心态整个转变。我在这边必须说，我真的要建议大家，大1的时候真的先吃苦，因为我发现我到大4，我现在这个想法整个改变，我没有办法再去修可能大1的时候愿意去修的一些课了。那我也非常感谢我大1、大2的时候，每个学期都修到25学分，才有办法大3下去交换，然后最后还可以就是准时毕业这样。所以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就是通识课。
大一的时候或大二的时候修一些你认为对你来讲是值得有用的。那如果说到大三、大四呢，我觉得你可以选择一样也是你想要或者是你有兴趣的领域，然后再来就是它的给分是可能比较好的。如果说你已经面临毕业啦，然后你才差1、2个学分又要延毕的话，我会觉得蛮呕的。所以其实这部分呢，我会觉得就是依照你的年纪去做选择，那就是看你自己的需求。那下一个部分呢是关于人际关系，还有一些适应环境的问题。那在这边跟大家偷偷讲一下，我的 MBTI 是 ESFP， 就是非常非常外向的人。我自己是那种搞笑的表演者，所以我对于这些问题来讲呢，其实并没有像大家这么焦虑。那我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说，其实大学交朋友真的很难，就连我这种外向100% 的人，我朋友数出来可能就这样子而已。真的，我没有骗大家。那对我来讲，我觉得进大学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我很常听到一些已经出社会的大哥哥大姐姐跟我说，你的同事呢不一定会是你的朋友，可能就只是你在工作上共事的人。那你也可以把同学想象成他在学校跟你一起做事，一起做报告。如果没有办法把同学变成朋友的话，也没有关系，真的就是有没有缘分的问题。因为如果你今天为了想要去交朋友，然后强求自己去讨好别人，就像我之前去年讲的影片一样，就是不要成为一个讨好型人格的人。因为刚好有一个观众说他觉得大学朋友都在做表面，我必须跟他们说这非常的正常。因为其实你要拿出的那一面，当然是你希望最好可以表现给别人看的那一面，但那一面可能不一定是你整个人的全貌嘛，不只是你的同学，你可能也会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虽然说大家都做表面，但如果说你表面的关系维持得不错的话，其实你大学还是可以过得很顺利的。那像我现在大4啊，因为我又回来嘛，还要重补修一些课程。其实我这礼拜刚回学校的时候，也会有一点不适应，说，我好像没有同学跟我一起修课了，然后怎么都一个人吃午餐之类的，有很孤单的感觉。就不只是大1，其实大4也会有这个感觉。那我必须跟大家说，真的很正常，所以不要担心说自己没有朋友怎么办。其实到大学根本没有人 care 说你自己一个人去学餐吃饭是不是很孤单，其实大家都跟你差不多这样。好的，那下一个部分呢是关于时间管理还有大学规划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有很多人都非常踊跃的回答我的 Q&A， 所以我就一个一个解答给大家。首先第一个是管理空闲时间跟寻找目标。那很多人都会说我现在大3，我很迷茫，我不知道要干嘛。那其实我可以给大家一些方向，就是你可以根据你喜欢的东西、你的兴趣，还有你的本科系专业，你擅长什么，还有你未来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这几个点去寻找你的目标。那很多人都会说，可是我就是不知道我未来要干嘛。那你就想着，那我现在这个科系跟你现在想做的事情，你喜欢做的事情结合起来之后，可以做哪些职位？然后去看一下1111，或者是去看一下104这些职位，他需要的人才有什么特质？比如说我是做公关广告的，那公关的人才他应该要具备怎么样的条件？那我就以这一些条件呢去作为目标，然后去努力。其实这样的话会比你完全没有方向，然后很迷茫，不知道从哪里学起的时候更加来的有效率。再来第二个部分，我觉得也很好用的就是直接去找一个可以效仿的对象。那像我的话，我本身是做自媒体嘛，所以我就会很常观察一些比我厉害的网红们，他们是怎么经营自己的社群，然后把自己的粉丝冲起来的，然后就依着他的那个样子去模仿他，然后去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我也会因为看了他们的影片之后变得更加有动力，更想要成为那样子的人。我觉得找一个模范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再来延伸到的是时间管理嘛，然后也有人问说，就是觉得自己大1的时候就是事情很少，那要怎么样去利用这些时间？然后也有人问我说，怎么样利用世新的资源？那这边全部结合在一起，我可以讲一点，就是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找到非常多的资源，是你可以在空闲时间的时候用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去找一些实习计划，而且是我大1的时候就去了。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大1去实习会不会太早？确实，我去完之后发现真的太早了，因为你就是一个菜鸟，然后你什么都不会，就要去做一些人家可能大3、大4才会做的事情，当然那时候是压力非常大的。但是呢，你同时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那我去的时候是暑假嘛，所以就是大学生最闲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是可以去赚一点零用钱啊，然后去看一下世面，看一下业界的样子是怎样的。其实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很厉害才可以去实习，其实有很多时候只是去看一下这个环境怎么样，所以就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再来第二个部分就是可以去参加夏季学院。如果说你今天很缺学分，你也不缺钱，
你也不想去实习，那你可以去参加这个夏季学院。那它这个学分呢，有一些是可以直接抵扣你大学的必修学分。那你在未来修课的时候，你压力就可以少一些些。那这个网址呢，我也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这是全国性的，有一些课程甚至是远距课程，所以大家也可以在家里就可以参加，非常非常实用，而且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多赚一点学分。再来呢，讲到世新，其实我之前都有去过别校修课，像是东吴大学政治系，还有淡江大学工行系。那我觉得在外校修课呢，就是可以修到完全不一样面向还有领域的东西。因为世新是一个非常活泼、校风自由的学校，那相较我去东吴，我就会觉得他们比较严谨，尤其我去的就是政治系嘛，所以他们整个氛围就跟传播学系的人不一样。那我看到的是更多政治领域方面的人，还有同学，他们怎么样去应对老师的问题，跟世新的人是完全答题方式不一样的那一种，所以我真的是大开眼界。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有机会，然后你有这个时间的话，我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别校修课看看，这也是世新可以提供你的一个资源。那当然，整个优9联盟还有其他这些学校，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你也是来自这些学校的话，讲到要怎么调适跨出舒适圈这件事情，其实我在转换3个国家之后，我其实也觉得很累。就是一回到台湾，台湾甚至会变成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当你过了很久的海外生活之后，你再回到台湾，台湾已经再也不是熟悉的那个样子了。所以在这方面呢，我每一次只要换一个环境，我都要捏造自己变成不一样的样子，然后去适应不一样的环境啊，不一样的文化。说实话，其实还蛮累的，但是这都是必经过程。而且在捏造你自己不一样的样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哪一个是喜欢的，哪一个是不喜欢的。所以之后你就会知道，你以后不想要再去这个国家，你以后可能想要待在台湾，这都是你可以在这个部分去做学习的。所以我觉得跨出舒适圈这个东西是更了解你自己喜欢变成怎样的人，然后喜欢怎样的环境，所以这一点都不可怕，而且非常值得。所以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国外看看，或者是说跨出舒适圈也不只有出国，可能是学习一个新的东西啊，尝试不一样领域的东西。所以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多方尝试，你才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喜欢什么，最后你才可以找到正确的方向前进。那最后跟大家补充小小的2点是关于心态的部分，因为我有收到有人觉得世新的传达很强烈啊，其实我自己也有这个感觉，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痘痘很多，皮肤不好，然后长得不好看。但后来我去完国外之后才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漂亮的地方，所以不要觉得说自己好像很不好。当然，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很正常，而且这样的心态更可能可以促使你变得更好，变得更漂亮。但是呢，如果你一直持续的内耗，你就会变得越来越焦虑，你就会越来越自卑。我觉得这反而是不好的。在专注做你自己的同时呢，不要被别人影响，然后也不要让别人来影响你。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我想要跟大家说，缺什么就补什么。大学4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你可以在4年里面找到你想要的东西，去做你想做的事情。那你在未来你也可以有更多的职业选择。如果你在大学4年就选择这样浪费掉了，当你发现到你缺少了什么，那你就马上去补足这个。这也是我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我自己做自媒体做这么久了，但没有去公司实习或真的去攻读的经验，所以我才会想要再去这方面精进自己。所以我现在也在面试工作，那就是我知道我缺了什么，那我要补什么。然后如果说你今天缺钱，比如说你有学贷跟我一样，那你今天想赚钱，那你就找一些可以赚钱的方法，可能去找一些比较工时长的工作，时薪高的工作去做。所以真的就是缺什么补什么，不管在什么领域都适用。在大学4年里面，你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善用。好，那今天的影片呢，差不多就到这边。那如果说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呢，都欢迎来到我的 IG 或者是在底下留言跟我说。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请在下方帮我点一下喜欢，并且订阅我。如果想要持续追踪，也可以到 Instagram 或者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拜拜。